如果你认为奖学金只属于年轻学生，那你就错了。就在去年，一位51岁、拥有兽医与气管背景的土耳其专业人士，成功从众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拿到了台湾政府的华语文奖学金，到台湾南部的大学免费学中文。大家好，我是 Elena 老师。台湾的奖学金申请季到了，如果你曾经梦想到台湾学中文，甚至是去读大学或研究所，那现在就是你最重要的时刻，也是免费到台湾游学或留学的最佳机会。今天我会跟你分享2个最有名的台湾奖学金：教育部华语文奖学金和台湾奖学金。 Have you ever dreamed of studying in Taiwan? What if you could live in Taiwan, learn Mandarin, and experience the culture for free? In this lesson, I'll explain the 2 most popular Taiwanese government scholarships and the key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before you apply. I'll also share practical tips to help you stand out. 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如果你认为奖学金只属于年轻学生，那你就错了。就在去年，一位51岁、拥有兽医与气管背景的土耳其专业人士，成功从众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拿到了台湾政府的华语文奖学金，到台湾南部的大学免费学中文。只要你像那位土耳其兽医一样，对学中文和台湾有浓厚的兴趣，不管是20岁还是50岁，都有机会成为那个幸运的受奖学生。接下来我会介绍华语文奖学金和台湾奖学金的补助金额、申请资格和申请流程等基本资讯。最后也会分享几个提高录取率的秘诀，帮助你实现到台湾游学或留学的梦想。首先，我们来看最受欢迎的华语文奖学金 HES。 简单来说，这份奖学金是给想去台湾单纯学中文、体验当地文化的游学生。游学就是到其他国家学习当地的语言。另一个相似的词是留学，意思是到其他国家读书，攻读学位。等一下还会再提到。华语文奖学金的金额会随物价调整，以2026年为例，每个月补助台币28000元，大约是900美金或755欧元。以台湾的物价水准来看，
这笔钱在台北可以支付房租和大部分的生活费。如果你生活节俭，或住在中南部房租比较便宜的城市，甚至还有机会存下一些钱。华语文奖学金最长补助1年，依你实际就读大学语言中心的时间而定。如果你只报名3个月的暑期班，那就只能拿3个月的补助。如果你读1年，最多可以拿到台币33万6千元，超过1万美金。你可能会问，奖学金是不是只有学生才能申请？其实，华语文奖学金没有年龄上限，只要年满18岁，有高中学历，没有台湾国籍，就可以申请。所以，就算你已经工作多年，想暂停工作，到台湾进修中文，也可以申请。你也有机会像那位51岁的土耳其兽医一样，到台湾免费学中文。申请的方式不是直接向教育部申请，而是透过你所在国家的台湾驻外代表处提交文件。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代表处，也不是每个代表处都有奖学金名额。你可以参考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我会放上官方网站连结。另外，每个国家的截止日期不同，多数是在3月底。请到你所在国家台湾代表处的官方网站确认。我也建议你阅读中文版的公告和简章，不要只看英文版的简章，因为英文版简章的内容有时候不能完全表达原文的意思。你可以把中文版简章的内容提供给 AI， 例如 ChatGPT 或 Gemini， 帮助你翻译和理解。那竞争会不会很激烈呢？这要看国家。如果在你的国家学中文很热门，例如美国、日本或韩国，奖学金的名额会比较多，但是申请的人也很多，竞争就会比较激烈。如果在你的国家学中文的人比较少，奖学金的名额可能也不多，但是因为申请的人也少，录取机会反而更高。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台湾奖学金 TS。 这个奖学金是给想去台湾攻读学位的人，也就是留学生。例如读大学、硕士或博士。以2026年为例，每学期补助最高台币4万元的学杂费，大约是1275美元。另外还有生活费，大学生每个月台币15000元。
研究生每个月台币2万元。有了这笔补助，你可以安心的在台湾完成学位。申请方式和华语文奖学金一样，都要透过驻外代表处来申请。截止日期通常在4月底或5月初，但是各国代表处不同，记得要先确认公告。如果你真的很想拿到奖学金，请一定要仔细听接下来的3个秘诀。第一，好好准备自传或读书计划书。奖学金的申请文件清单里，通常会有一张 A4 纸的自传或读书计划书。虽然没有规定一定要用中文写，但是如果你能写一部分中文，会让审核人员印象更深刻。不过最好自己写，不要完全用 AI 来翻译。如果你交出一份像母语者写的中文自传，却在面试的时候连一句中文都说不好，面试官一定会怀疑。第二，好好准备线上面试。资料审核通过以后，通常会有线上面试。虽然没有规定一定要用中文回答，但是如果你能用简单的中文自我介绍，一定会加很多分。如果你想在短时间内提升中文口说能力，可以去参考第46集那堂课，或是如何提升中文口说能力这一系列的课。第三，好好准备华语文能力测验 TOEFL。如果你想申请台湾奖学金，或是9个月以上的华语文奖学金，就必须提交 TOEFL 成绩。官方要求至少要通过进阶级 B1， 大约相当于 HSK 5级的中文程度。但是请注意，即使你已经考过了 HSK 5级，也不能用 HSK 的成绩来申请台湾的奖学金，因为教育部只接受 TOEFL 成绩。想通过 TOEFL 进阶级 B1， 通常需要具备超过2500个中文词汇量，还要有一定的台湾华语阅读能力。我每周都在这个频道发布新的中文课，目前已经有了将近100集，都是为了中级学习者设计的，非常适合准备 TOEFL。如果通过华语文能力测验是你的目标，欢迎到我的网站 makingsenseofchinese.com 申请免费的电子报，就不会错过最新的课程消息。I hope this lesson was helpful. If you are preparing for TOEFL Pen B or C, my Essential Fluency Pass gives you organized, time-saving study materials for all my YouTube lessons.
including carefully proofread transcripts, pinyin, 注音, an essential Mandarin vocabulary database, and more. So you can review efficiently and build stronger listening and reading skills for TOEFL. Learn more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EFP. To keep learning now, click this playlist.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lesson.